吵死了！都闭嘴！杀了他！表哥，这沈念之新婚之夜与人通奸，水性杨花不守妇道，这按照规矩啊，应当处死，就应该杀了他！杀了他！有，还戏呢？不是，你们这是哪个剧组的？拍戏都拍到郑国将军府遗址了。你知不知道，这里是国家1级物质文化遗产，禁止拍摄。大哥，这不是拍戏吗？怎么还真的呀你？沈念之，新婚之夜做出通奸这等丑事，我今日留你不得！新婚之夜，通奸，沈念之，我不是在随考察团考察将军府遗址吗？这就是天启王朝遗址了。当年的郑国大将军张彻就居住在此。据说这位将军一生为天启平定47次战乱，战功赫赫。有野史记载，他娶妻沈念之，沈念之新婚之夜与人通奸，被处死。这莫非就是1400年前的郑国将军府？你就是郑国大将军张彻，所以我穿越了，还是天帮开局，马上就要被处死。沈念之，休要装疯卖傻！大哥，你不能杀我！我是穿越者。沈念之，休要装疯卖傻！大哥，你不能杀我！沈念之，你敢与人通奸，就应当被处死。你是怎么有脸求表哥放过你的？放手！历史上记载，人主就是在今天被处死的，我绝对不能被处死。书中还写了啥来？我没有通奸，他一个太监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太监？你乱说什么呀？我们可都是亲眼看见的，你还狡辩什么呀？表哥，你可千万别相信他呀！将军，此人确实是太监。太监？这就是太监？难道真的是有人故意陷害？奸人，这都能让他躲过去？表哥是我的，我一定要把沈念之赶出将军府。你怎会知道他是太监？自然是因为我是穿越者。何为穿越者？穿越就是来自1000年后的未来。胡言乱语！我没有胡说，我可是历史学博士，华夏上下5000年的历史，我都能倒背如流。你们这里未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一清二楚。沈念之，你该不会是得什么失心疯了吧？你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啊？你的意思是，你会预知未来？没错。有意思。那你倒是说说我的未来会是怎样？若是说的不对的话，要你小命！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我这个人吧，运贱。你历史上记载，天启29年，你长话短说。好，长话短说。哎，就是你的未来太复杂了，这个呀，说来话长。这历史书上记载，你的未来会被奸人所害。说重点。你会被五马分尸。你会被五马分尸。沈念之，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现在还开始诅咒将军了。我没有说谎，书上就是这么记载。表哥乃是郑国大将军，武功高强，怎会被奸人所害？我看你啊，分明就是怀恨在心，故意诅咒。表哥，可千万不能放过他。这女人既没有动静，且醒来后行事锋利，与往日差异极大，须是在酝酿什么阴谋。倒不如先留她几日，看出到底是真是假。都退下，我心中有数。表哥，退下！
算是不用死了。折腾这么久，累死我了。哎，你脱衣服干嘛？我上床睡觉啊，你不睡啊？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我是不可能跟你同床共枕的。哎，理解理解，男人的自尊心嘛。你理解什么？你不行嘛？我知道，我都懂，史书记载的清清楚楚。你看什么狗屁野史？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我到底行不行？大哥，你虽然有点姿色，但准心里只有历史。我告诉你，我是很有底线的，我是绝对不会亵渎历史的。先让我应个腹肌吧。沈炼之，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作死。哎呀，切！有贼心没贼胆，下头！沈念之，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怎么还有脸出现在这儿？莹莹，不许没规矩。表哥，莹莹她确实是心直口快了些，但是她说的也没错呀。莹莹，你就是那个古今第一恋爱脑，被世人称为恋爱脑鼻祖的张莹莹。这又是你说的那个穿越者历史中记载的事？没错。什么穿越？你在说什么呢？哥，他是不是疯了？你知道莹莹发生了什么？也没什么，就是被一个穷书生骗财骗色，最后被家暴致死了而已。胡说！张生才不会这么对我。你当真在外面与人私少？我就是和他，回了几封信，私下见了几面而已。张莹莹，从今天开始，你就给我老实待在家里，哪里也不许去。哥，哎，表哥，莹莹她还小嘛，慢慢教就是了。我们先坐下吃饭吧。哼，哎，吃就知道吃，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被禁足？现在不吃，以后可就没得吃了。哦，也对，你是恋爱脑，你挖野菜就行。哼，哎，就是可惜了，今年秋收遭遇了蝗灾，粮食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你说什么？沈小姐，这饭呢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大司农今年早就说了，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就是，你一个深闺妇人，难道比大司农预测的还准吗？我可是穿越者，我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胡言乱语！你平时风言风语也就算了，但事关百姓，不能乱开玩笑。谁开玩笑了？天启27年8月，荆州遭遇蝗灾，粮食颗粒无收，百姓被活活饿死。就连你们将军府都没有及时救灾，被升上怪族，没收家产，牵连全家。这不可能！等一下，沈念之说小四是太监，莹莹和秀才恋爱都是真的。他说的蝗灾，到底是真还是假？等等，牵连全家？我现在可是将军夫人，岂不是也会被牵连啊？不行，不能坐以待毙，我得凑钱买粮。起开！哎呀，表哥，你该不会是真相信他的话了吧？派人去买些粮食回来。茯苓，现在粮价多少钱一斤？夫人，粮价30文一斤。这些钱还远远不够啊！
距离蝗灾就只有半个月了，得快点筹钱买粮。茯苓，你把这些首饰全都拿去卖了，卖回来的钱全都拿去买粮食。可是夫人，这是您嫁妆里仅剩的东西了，如果全部变卖掉的话，您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啊？顾不了这么多了，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哦，对了，你去把账房给我叫来。可是，快去啊！快点，快点，快点！钱给我！夫人呐，你就别为难老奴了，这是府里所有的银票了。你要这么多钱是要做什么呀？放肆！我可是将军夫人，你连本夫人的话都敢不听吗？怎么，你是想将军亲自给你下令？我不敢。要想买粮渡过难关，这点钱还远远不够，得找人借点钱才行。夫人，沈念之，通奸一事被你逃过一劫，哼，这次看我怎么收拾你！夫人，您已经预支了府里所有能用的钱，而且还将将军府的地契抵押向钱庄借钱。这事儿要是让将军知道了，我们都会死的。怕什么？狮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这年头，欠钱的才是大爷。可是，有了这些钱，我就可以把方圆10里的粮食全都给卖了，足够全城百姓半年的吃喝了。沈念之，这次可是你自找的，等你把钱花光，就是你的死期。哼，到时候表哥可就是我的人了。表哥，沈念之他掏空了将军府所有的钱，还盗欠了钱庄老板一大笔。你说他拿这么多钱，该不会是想逃跑吧？什么？他怎么敢？金王带着钱，哎，小心啊！大家都小心啊！辛苦啦！沈念之，你在干什么？哎，将军，你看，这些都是我筹备的粮食。沈念之，你该不会是说你掏空了将军府，就是为了买这些无用的粮食吧？你真把府里的钱用光，去买粮了？张彻，你放心，我是穿越者，熟知未来。这蝗灾马上就要来了，没有粮食，百姓都会饿死的。如今风调雨顺，地里的粮食马上就要丰收了，你跟我说有蝗灾，怎么可能？历史不会出错。退一步讲，就算蝗灾真的没有发生，但是这粮食也依然可以卖出去啊。沈念之，你说的倒是大义凛然，谁知道你是为了百姓，还是说你想掏空将军府，然后携款潜逃啊？哥，你是不知道，这个恶毒的女人，她都做了些什么？她把府内的所有钱都拿走了。他还把将军府的地契拿去抵押给钱庄了。将军，不好了，不好了！各大钱庄的人都来要债了，沈念之，这将军府是我曾祖一手建造的，是我张家的百年基业，你怎么敢拿去卖呢？我是为了买粮，钱不够。沈念之，你抵押将军府的时候，考虑过表哥和府内的众人吗？真是笑脸给多了，给你惯的。我们夫妻俩说话，你多什么嘴啊你？沈念之，要不是你把钱都花光了，我们至于让债主逼上门吗？就是。没错，你就是个扫把星，谁碰谁倒霉。哥，快休了他！住口！张毅，他现在还是你张嫂。听到了吗？叫大嫂。哼，沈念之，我们张家人重情重义，你把我们将军府拿去抵押，我不会再留你。这件事情结束以后，我俩就和离。和离？
这怎么能行呢？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我是穿越者，我不同意合力。我从将军府穿过来的，得留在这里看能不能穿回去。表哥，他都把将军府给卖了，像他这种人就应该休了他。对，哥，咱就听表姐的，休了他。他还说他是穿越者，我看他就是个疯子。对，我们夫妻之间，你在这添油加醋，你还当什么绿茶？你去当厨子吧你！还有你，别人说什么你都信啊？你的脑子无用，你留着当遗产吗？说谁呢你？还有你，是怎么了？我都不要说你的脑子，你还想干什么？你就是蠢笨如猪！不许你说！闭嘴！还钱！沈念之，滚出！沈念之，沈念之，还钱！还钱！还钱！赶紧还钱！各位老板，可否宽限几日时间？钱都被我家夫人拿去换成粮食了。等我们把这批粮食给卖了，就一定还给大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今天这钱你必须得还。就是还钱，还钱，必须还钱，必须还钱！不行，不能卖，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沈念之，这天下粮商何其多，这有了钱，什么事儿办不到？哎，对，你说的对。别闹，我没闹，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我看你是铁了心不还钱啊！对啊，各位老板，钱我们一定会还，但是动手打就过。对啊，等蝗灾过了之后，钱会还给你们的。百姓们马上就要丰收了，这哪来的蝗灾啊？我呸！什么蝗灾？我看你分明是想赖账！还钱！对，快点还钱！沈念之，你有何证据证明你所言为真？大家要是不信的话，可以上街去买粮。想必消息灵通的粮商早就已经不卖粮了。不可能！半月前，府上还买过粮。管家，你去街上再买些粮食回来。是，将军。既然你信誓旦旦，那我就来验证一下，此事到底是真是假。表哥，我知道你心软，可是你也得给这些钱庄老板一个交代，不是吗？对，是啊，卖不卖粮我不管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今儿啊，你必须得还。钱老板，等把这粮食卖出去，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哎，将军，我就直接跟你说实话了吧，这一旦新粮下来，这旧粮肯定卖不出去。今儿你必须得还钱啊！沈夫人已经把将军府抵押给我了，拿不出钱来，就给我滚蛋！对，滚蛋！钱老板，钱我一定会还，地契我也会拿回。我也是为了你们和百姓。你们别废话了啊！我们就是要钱。今天你要是不给钱，哎，我们就对你们动手了！动手了！你们，住口！别再说。沈小姐，你自己做错了事儿还不知悔改，你难道是要整个将军府给你陪葬吗？我都是为了救你们和百姓才这么做的。哼，一派胡言！我看你啊，就是为了一己私利，想要害死大家。各位老板，希望你们给我宽限几日，此事是我不对，但是钱我也一定会还给大家。哎，不行！你想赖账是吧？不给钱，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来呀，打！哎，你们也上！上！哎，这下完了，也不知道死了能不能转回去。将军，不好了！不知什么原因，各大粮商都不收粮了。啊，这什么？没粮了？什么？啊，这真的没粮了？不会真的有蝗灾吧？我操！真来了！完了！蝗虫往赵家的方向飞去了！真有蝗虫啊！这怎么可能呢？我早就说过有蝗灾，这下你们相信了吧？怎么可能？沈念之这个草包怎么能预测到蝗灾啊？他怎么可能会这么厉害呢？蝗灾过，地里的庄稼可都毁了。他的能力真的能救全城百姓？
蝗灾真来了！蝗灾真的来了！我家也没有粮食了，怎么办呢？对了，将军夫人不是有粮吗？她可是买空了全城的粮，咱们从她那儿买点粮，不就能度过蝗灾了吗？只要将军夫人肯卖粮给我们，不卖。你们刚刚一个个不都还挺凶的吗？不是还要打死我吗？来啊，打死我们！没有，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刚刚要债，实乃是理所当然。那个将军夫人，你们也别为难我们。对呀，钱等粮食卖出去之后，我会还给你们的。卖了粮食，这怎么能行啊？卖了粮食，我们不得饿死啊！是啊，这，钱我们不要了，你就拿粮食抵债就行。对，就拿粮食，拿粮食。各位老板，今时可不同往日了，如今粮价飙升。你们要是想用粮价抵债也行，除非你们愿意出10倍的市场价格。什么？10倍？什么10倍？你怎么不去抢啊你？这是啊！哎，瞧你这话说的，这你情我愿的事情，怎么叫抢劫呢？你们要是不要也行，那就等着被饿死吧。哎，当初咱借给他200万两，如果要按照10倍来算的话，他还咱20万两粮食就完事儿了，这不血亏呀！这奸商呀！你们磨磨唧唧到底买不买？不买的话，我可就卖给别人了。买，就拿粮食抵债了。对，拿粮食抵债就行。行，签字画押为成。签吧，签。剩下的粮食该如何分配？自然是要开仓卖粮。卖粮？什么？沈念之，你未免也太黑心了吧！10倍的价格你都敢说得出口？200万的粮食翻10倍就是2000万两。我原以为你囤粮是为了救济百姓，没想到你竟是为了一己私欲。是啊，大肆囤粮，高价卖出，你这是置整个荆州城的百姓于不顾。亏我们还以为你是真心为了帮助百姓，呸！装模作样。当下应以百姓为主。现在百姓困苦，眼下正是蝗灾，颗粒无收，你居然还敢要10倍的价钱，他们本来就拿不出来，你是要把他们给活活饿死吗？沈念之，你为了赚钱，简直就是泯灭人性！谁说我要将粮食10倍的卖给百姓了？怎么？难不成你还想卖得更高吗？10倍的价格，百姓已经承担不起，更何况……这粮食自然要卖，不过不是10倍的价格，而是原价。原价？原价？不仅如此，我还要在城门口设立州户赈灾，救济穷苦百姓。你居然要原价卖给百姓？将军夫人，你真的要把粮食原价卖给百姓？哎，是啊，剩下这180万两的粮食，真的肯为百姓分文不涨？他就算翻不了10倍，卖个5、6倍卖出去，那也算翻了呀！将军夫人这胸襟，这格局，真令我等佩服呀！佩服。沈念之居然为了那群贱民放弃了这么大的利益。你当真愿意把粮食以原价卖给百姓？我当初筹钱就是为了买粮救百姓。你干嘛？夫人，我代表全城百姓，谢夫人的救命之恩。感谢夫人救命之恩。你干嘛？起来！一个甘愿为百姓放下巨大利益的人，想必以前的种种都是我误会他。沈念之，我天启从未有过蝗灾，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预测蝗灾很难吗？我不仅能预测蝗灾，我还知道你们这个世界未来将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因为我是
穿越者。沈念之，什么穿越，什么未来，你少在这给我胡言乱语！我告诉你，你休要装疯卖傻。就算你想骗我们，总得编个好点的理由吧？就是，谁知道你从哪里听来的消息？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穿越，这已经是他第2次说自己是什么穿越者。难不成他其实会算命，不想被别人知道，所以故意找个借口？表哥，我看他分明就是……住口！他救了全城百姓是事实。我知道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消息来源，但穿越一事纯属无稽之谈，日后莫要再提。我没有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真的是穿越者。言下之事，当以百姓为重。来人，埋藏赈灾。好！沈念之，居然又被你逃过一劫，我绝不会就此罢休。将军夫人的位置只能是我的。夫人，这次全城百姓能安全度过蝗灾，多亏有你。夫人，谢谢你。嗨，我也没做什么。将军，宫里来宣旨了。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高丽使臣奉命前来和谈，特命镇国大将军张彻入宫一同接待，务必促成此次和谈。钦此。微臣领旨。圣上念你救灾有功，特将此事交与你。明日宴会和谈一事，将军可要好好准备呀。臣定当全力以赴。好，将军快请起吧。公公舟车劳顿，还请入寒舍好好休息。这边请。请。和谈，史书记载，此次和谈失败，天启整整赔了10座城池和无数金银财宝，导致国库空虚，元气大伤。后世一致认为，此乃天启覆灭的开端。明天的和谈，我也要去。你不能去，两国和谈乃国家大事，你千万不能乱来。我没有乱来，我都是为了你好。史书记载，此次和谈失败，天启……住口！小心祸从口出。沈念之，我知道你有些本事，蝗灾一事我也很感激你，但此事事关两国邦交，不能有任何差池。你可明白？老老实实待在房间里，哪儿也不能去。哼，好你个张彻，过河拆桥是吧？哼，不让我去，我就偏去。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谢皇上。自坐。好没规矩的丫鬟，抬起头来。糟糕，要被发现了。好了，宴会之上不得无礼，你先退下。高丽使团来访，我天启非常欢迎，所以特设此宴来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宾。 성대한 환대를 감사드립니다. 오래전부터 성기국의 국력이 강성하다고 들었습니다. 이번에 저희는 공왕의 폐하를 명령을 받아 화친을 노래하러 왔습니다. 李大人，臣在。你是我朝第一翻译官，也接待了很多外交使者。你给朕翻译一下，这位高丽使臣都说了些什么？微臣遵旨。陛下，其实方才高丽使者是带来了高丽王对陛下您和文武百官的祝福，祝我主陛下万福安康，祝各位大人万事顺意。这翻译有点水平，但不多。和谈乃大事，
不得胡说。 오래전부터 중원의 문화를 동경해 왔으며 성기국 인지가 많다는 이야기를 들었습니다. 그래서 특별히 한 가지 렌즈를 내리시며 저희는 이 문제를 걸고 10개의 성을 내기로 하였습니다. 陛下，刚才说高丽王对我天启文化十分的敬仰，所以主动割让10座城池，为学习我们天启文化呀。什么？10座城池？ 太好了，当真？这翻译到底是怎么做的？句句不相连，句句都瞎编的。莫非主打一个已读乱回？ 만약에 귀국이 이 문제를 풀지 못한다면 저희에게 저공을 바치고 10개 성을 할양해야 합니다. 陛下，方才使臣所说割让10座城池是有条件的，如果能答对他所带来的难题的话，便可以。 如果不行的话，就要我们招降纳贡，而且还要割让10座城池给他们呢。这么多句，就这句翻译对了。哼，就知道你们高丽没安好心，居然觊觎我国10座城池。张毅，不能无礼。你又不懂高丽语，不得再乱说。这明显就是赤裸裸的阳谋啊！说我们不硬，倒显着天启没气度。我们要是硬了，这万一输了，割让10座城池的罪责，谁能担待得起？确实，这高丽真是打了一手好牌。不过我倒是好奇，到底是什么千国难题，导致和谈失败，让天启割让城池的？他多次提到割让城池，难道他算出了什么？ 왜 그러십니까? 혹시 겁이라도 먹은 겁니까? 감히 도전하지 못하는 겁니까? 정기국이 위대한 나라라 하여 사방의 존경을 받는다는 건 들었지만 이런 작은 내기조차 받아들이지 못한다는군요. 他这又说什么？快翻，快翻！回禀陛下，此人刚才说我们都是无能之辈，连区区一道题都解不了啊！好大的胆子！ 区区一个蛮夷之地的使臣，竟敢口出狂言！你说谁无能呢？区区弹丸小国能出得了多难的题？我看你呀，不要口出狂言，等着一会儿被打脸吧！这一关倒是有意思，虽然翻译水平不咋地，但是骂人水平还是挺厉害的。 저희 고려의 제일가는 제가 낸 문제입니다. 세상 누구도 풀 수 없습니다. 차라리 순순히 10개의 성을 바치는 게 좋을 것입니다. 哎呀，陛下呀！此人居然说我们愚笨如猪，干脆现在就将10座城池让给他们算了。你看，笑话！我天启人才济济，区区一道题有何难解？这赌约我们应了，尔等休要嚣张！大哥，你可真虎啊！那可是10座城池，好歹也先看看是什么题再答应吧，万一答不出来呢？你听见了吧？ 我们将军已经发话了，这题我们应了。你呀，休要再口出狂言。现在你就等着把自己的嘴打烂吧！我呸！什么智者，什么无人能解？我们现在就给你解。还请使臣亮出题目。 여러분께서 그렇게 자신이 있다면 한중형이 다 들어가기 전까지 정답을 내놓으십시오. 好难啊，没见过呀！各位爱卿，谁能解此道难题，朕重重有赏。这对呀，老夫一生研究过数道数学题，也从未见过如此古怪的难题呀。我等虽然不会，但将军见多识广，想必将军一定……此题闻所未闻，前所未见。 不会真是什么千古难题吧？就一人能解出呀！ 시간이 반이나 지났습니다. 아직도 풀어내지 못한다면 여러분의 패배는 확정된 것이 다름이 없습니다. 무슨 인재가 많다든가 내가 보기엔 다 무능한 자들이군. 这
这使臣也太过嚣张了！万一真的无人答出这道题，天启就会割让10座城池，慢慢走向覆灭。不行，我既然穿越来到这个朝代，就不能再让此事发生。 더 이상 기다릴 필요도 없겠군요. 패배를 인정하는 것이 어떻겠습니까? 嘿，陛下，这蛮夷之人竟然让我们直接认输啊！哎呀，陛下，我天启自开国以来，从未受过如此奇耻大辱啊！时间还未到，使臣谨慎急。 관을 보기 전까지 눈물을 흘리지 않는군요. 한두경이 타기 전까지 여러분이 답을 내지 못한다면 결과는 변하지 않습니다. 你分明是故意为难我们，用一道无解之题骗取我们10座城池。是啊， 이건 여러분이 스스로 승낙한 내기입니다. 억울해할 이유가 없지 않습니까? 바보 같은 선택한 것을 탓하십시오. 哎呀，时间要到了，这可如何是好啊？难道我天启真的无人吗？想不出来呀！难道我天启当真无人可解此题？ 好歹给我看看呢！ 끝났습니다. 정답을 내놓지 못했으니 10개의 성을 할양해야 합니다. 哎呀，陛下，方才使臣说了，这一炷香的时间已经到了，按照此前约定，要交付10座城池了呀！你做梦！ 뭐죠? 설마 이제 와서 약속을 어기겠다는 겁니까? 전기국이 이토록 신의를 저버리는 나라였습니까? 就这，我还以为是什么千古难题，这不就是初中数学题吗？这道题这么简单，你们都答不出来。沈念之，你居然打扮成丫鬟的模样来参加接待会，你知不知道毁了宴会是有杀头之罪的？莫要回应，挂。这道题我可以解。 웃기는 건요. 전기국이 모든 남자들이 풀어내지 못한 문제를 너 같은 여자가 풀겠다고? 전하 이런 웃음소리가 또 어디 있겠습니까? 哪里来的无知妇人？还不快快退下，不要再次丢人了！沈念之，你若是答不出来，害得天启赔偿10座城池，可是要诛九族的。你别在这连累我们，赶紧给我滚回去！沈念之，你说话都不打草稿了，你一个草包废物会算数吗？赶紧滚出去！就是，你怕是连题目都看不懂吧？哪来的疯女人，敢在朝堂上撒野！来人，把她给我拉下去！启禀皇上，她是我的妻子沈念之，她也是一时情急，并无冒犯之意，请皇上恕罪。陛下，这道题我能解。此话当真？你可知你这答案若是不对，是什么后果？不单说你自己的性命不保，连整个将军府都会被你连累。沈念之，不要胡说。陛下，他不是。是，我可以解。 好，若是你解不出这道题，就休怪朕要你的命。 결국 전기국에는 사람이 없어서 여자가 나서는 건가 보군요. 좋아요. 그렇게 자신이 있다면 대답해 보시오. 정답이 무엇이오? 今有池1丈，家生其中央，出水1尺，引家覆岸，是与岸齐，分水深家长各几何？这道题的答案很简单，水深12尺，芦苇长13尺。使臣大人，我的答案可对？敢问使臣大人，我的答案可对？ 你怎么会知道？你该不会是乱说的吧？你以为这是过家家，随便一个答案就能糊弄过去啊？不懂还要乱说，你简直就是丢尽了我天启的脸！这就叫无知者无畏，哼，简直不知天高地厚。陛下，我的答案是真是假，使臣大人自会判断。如若你的答案是错的，朕让你血溅当场。医官，臣在，翻译给他听。臣遵旨。 사신대님, 여기에 물 깊이는 13척이고 갈대는 12척입니다. 이 아가씨가 말한 것이 맞습니까? 네, 답은 틀렸어요! 哎呀，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陛下，他所说的答案是错的。糟糕，我这是个半吊子型的医官。
你居然敢拿一道错的答案来糊弄朕和使臣！来人！陛下恕罪，沈念之是臣的妻子，她的罪我一律承担。你拿什么承担？赌约失败，要割让10座城池。你将军府是天启的罪人，这是要诛九族的大罪，你们一个都跑不了。沈念之，早告诉你不要胡言乱语，你非要在这出这个风头。现在好了，赌约失败了，你要大家陪你一起死是不是？算把香，我们一家都被你连累了。谁说我的答案是错的？谁说我的答案是错的？明明是他翻译的有误。好，死到临头你还嘴硬，朕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医官，告诉他你的翻译是对是错。医官大人，你翻译的是对的吗？你此话何意呀？莫非你是在说老夫翻译有误不成？嘿呀，这简直是笑话！老夫为官整整30余载呀，从没有任何人说过老夫翻译有误。好，既然你有胆这么说，想必你是想告诉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你也会高丽语吗？别乱说，李大人是我朝医官团第一人，接待过无数使臣，最懂高丽语，他的翻译不会错。就是啊，一个草包，你懂高丽语吗？还敢说医官大人的翻译是错的？哼，沈念之，你还敢谎称自己会高丽语？现在全因你一人之过，导致赌约失败。我看你就应该以死谢罪，省着连累我们。沈念之，你还有何话可说？你们就这么着急给我定下罪名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会高丽语了？休要胡说！再这样下去，我也保不住。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谁不知道你沈念之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啊？还敢说会高丽语？哼哼，我告诉你，在这天启境内，只有老夫一人懂得高丽语。既然你说自己会高丽语，那你便说给大家听听。如若你要是说不出来，陛下还请您立即处死这个满口谎言、毁掉赌约的人。处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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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言的，处死他！处死他！处死他！处死！来人，把这个罪人给我拉出去斩了！사실인 기사는 그 사이 문자를 훨씬 먼저 답하시며 아니야 그가 이 문자를 혼란하며 어떻게까요? 你竟然真的会说高丽语？你竟然真的会说高丽语？我不相信，沈念之怎么可能会高丽语呢？你一定是在胡说八道。沈念之不是个草包吗？这区区一个女子而已，她怎么能说出这么流利的高丽语啊？ 내가 우리나라의 말을 알아듣다니. 你怎么会说高丽语？我可是精通8国语言的历史学博士，这区区高丽语算得了什么？沈念之，你不知道从哪儿学了几句高丽语，就敢在这种场合开始班门弄斧？那你也一起把这道题给解了吧？你怎知我解不出来？他能测算未来，还会高丽语，也许真能解出这题目的。 这全场无一人能解，就凭你。沈念之，即便你会高丽，解不出这道题，你的小命一样不保。陛下放心，这道题对我而言轻而易举。 사신기니 도박 계약이라면 3만만 버윤이 모두 조사해야 합니다. 그럼 어찌겠다는 것이냐? 어? 아주 간단합니다. 제가 이 문제 리한테 제시 않으며 당신 그대는 천내인데 전신하고 그울을 건지며 여기 산지를 양도해야 합니다. 무식한 여자가 감히 나서다니 하늘 높은 줄 모르고 까불고 있군. 좋아, 받아들이지. 10개에서뿐만 아니라 내 목숨도 내놓아야 할 것이다. 啊！他说不仅要10座城池，还要你的命啊！沈念之，这可是你自找的，我看这次还有谁可以救你？ 这可不是儿戏。你放心，姐只打高端局。况且，区一道初中数学题，这道赌约我们一定能赢。表哥，你看他这样，想必定是胸有成竹，你就不要再拦着他出风头了。 시간이 다 되었군. 야가씨, 이제 정답 말해보쇼.
수센 CP 펜테, 개대개시 세상 CP卡片拿完的。水深12尺，芦苇长13尺。啊，他真的算出来了，这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呀？哎，小姑娘呀，刚才使者不是已经说了吗？你方才的答案是错的。是啊，沈念之，同样的招数你还想用2次，你是把众人都当傻子，任你糊弄吗？答案是错的。那沈念之， 어떻게 이렇게 짧은 시간 안에 정답을 알아낸 것이오? 어떻게 이렇게 짧은 시간 안에 정답을 알아낸 것이오? 他的意思是，你说的答案是正确的。高丽使臣，他这答案是真的吗？ 이 아가씨의 답은 완벽히 정답입니다. 老夫研究高丽整整30年，今天可真是碰见了一位奇女子啊！你看看，哎呀，陛下真是厉害了呀！哎呀，神人！沈念之的答案是对的，那岂不是我们赢了？高丽要给我们10座城池。沈念之这么厉害，难道他以前那些草包行为都是装的？不可能！沈念之这个草包，他怎么会有这种能力？区区一道勾股定理题，在我们家乡，这种题10几岁的小孩都能做得出来。 도대체 고고정리란 무엇이오? 그거 정리는 제출로 상조 시대에 도비성 교내에 나타났습니다. 구강성, 후수사, 가무입니다. 이렇게 간단한 문제도 꺼내어 배웠으면 사는구나. 그네 강생된 나 해안의 최고 지하 자수진도 보다지 아니하고 가긴요. 전기국에는 정말 인재가 많군요. 폐하, 저희는 완전히 졌습니다. 약속대로 10개의 성을 발행하겠습니다. 다만 이 아가씨께서 이 계산법을 저희에게 가르쳐주길 간청드립니다. 恭喜陛下，贺喜陛下！这使臣已经说了，他输得心服口服，愿意履行赌约，割让10座城池给我国呀！哎呀，陛下真是太厉害了，多亏有他，真是厉害呀！好， 물러가겠습니다. 陛下，此事老臣一定会亲自督办。 신자 여기요. 将军夫人果真聪慧，多亏有将军夫人为我们赢得10座城池。将军有如此贤妻，着实让人羡慕呀！是啊，真是太厉害了！贤妻，好啊，好啊！谢陛下夸奖，他确实不错。既然如此，沈小姐既会高丽语，又能解出如此难题，到底是如何做到的？朕也颇感好奇呀。自然是因为我是穿越者。何为穿越者？就是来自1000年后的未来。将军夫人，此言何意呀？你平时拿这种理由搪塞我们也就算了，现在还敢来骗陛下，沈念之，你好大的胆子！陛下恕罪，夫人只是开了一个小玩笑。其实她只是略通一些皮毛的算命之术。我明明说的都是真的。嘘，我这是为你好。你的那些说辞，只能避免3岁小孩，在陛下面前不可如此。无妨无妨，多亏有将军夫人为我天启赢得10座城池，此乃大功一件。朕不但不怪他，还要好好的奖赏他。谢谢陛下，多谢陛下。没想到今日一事啊，竟全靠沈念之。他不仅精通算术，还会高丽语。沈念之，自从嫁给大哥之后，仿佛变了一个人。难道以前那些事情是我们误会他了？沈念之，我绝不会善罢甘休，你给我等着！哎呀，将军真是天有你们都围在这干嘛？我们是来特意感谢将军和夫人的，要不是夫人，这次蝗灾我们就都要饿死了。是啊，将军和夫人不仅解决了蝗灾，还解除了高丽使臣出的难题，为我天启国赢得了10座城池呢。您是当之无愧的将军夫人呢，和咱们将军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大家不用客气，这都是我身为将军夫人应该做的。哎呀，将军夫人呐，这是抵押将军府的地契，您收好了。这是地契，我赎回来了。那张彻，和离一事，地契都还给你了，总没有理由再跟我和离了吧？夫人，你解决了蝗灾，救了百姓，还为我天启赢下10座城池。就连圣上都在夸你，我应该感谢你，又怎会同你和离？当真？以前都是我误会你，日后我定当好好对你。总算没有白费力气，这金大腿总归是被姐给抱上了。不合理，那我做的这一切算什么？将军夫人的位置只能是我的。把这封信给姨母拿过去。是。沈念之，我看这次姨母回来，表哥还能不能护得了你？我去五台山礼佛不过3个月，府内竟发生如此多事。若不是白纸传信给我，我还被蒙在鼓里呢。是你写信给母亲，扰了母亲的清修。表哥，我够了，你怪芷儿做什么？也不看你的好妻子做了些什么。新婚夜与人通奸，胆大包天抵押将军府，这桩桩件件，简直让我张家丢尽了脸。娘，此事并非你想的这样，这一切都有误会。娘，沈念之他还救了百姓呢。好了，你们一个个的是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不成？他人呢？叫他来见我。他在……你们不说是吧？那就让我这个做婆母的亲自去找他。哎，娘，娘，大家快来看呐！上好的琉璃，今天通通只要8折，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给我一个，来听这个。将军夫人真厉害，连琉璃也会做，还卖的这么便宜，那我可得多买2件啊！是啊是啊，将军夫人心地善良，不仅救了许多百姓，还为我们赢得了10座城池。这等优秀的女子，当真是世所罕见的。我也拿一个。走呀，看看。哎，我的，给我一个。哎，这个给我的。我也要一个。我抢啊你！给我拿一个。哎，一个抢给您放这儿了啊。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混在男人堆里，他这脸还要不要了？哎，我要！念之他不是。帮他找一下。好你个沈念之，竟如此不知廉耻，混在男人堆里，置我将军府颜面于何在？今日我就让我儿休了你！挣钱的事你少管。你放肆！沈念之，你竟敢对姨母不敬！嫂子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娘，要不有什么事儿，我们回去再说吧。姨母，娘，都是误会。念之他娘，长彻的娘亲，天启历史上第1位上过战场的女将军。我的老天呐，这等大女主居然是我婆婆！误会？什么误会？你最好跟我说清楚。娘，我好想你啊！大哥，这什么情况？兴许是念之太过想念母亲了。沈念之，我告诉你，你现在想讨好姨母已经来不及了。就你干的那些丑事儿，姨母已经知道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个小绿茶，一天天的啥也不干，就知道添油加醋，能不能找点正事干啊？那你整日混在那男人堆里，就是正事儿啊！姨母，你说是吧？没错，你新婚夜通奸，抵押将军府做的桩桩件件，我今日就要替彻儿休了你。感情是来兴师问罪的，8成是这小绿茶又在背后添油加醋。娘，我是不会和沈念之和离的。娘，大嫂毕竟救了这么多百姓，现在休了她不太好吧？
娘，你这37度的嘴里，怎么能说出这么冷冰冰的话？我是抵押了将军府，但是我是为了筹钱买粮救百姓啊！是啊，娘，念之他确实将将军府给赎回来了。是啊是啊，将军夫人都是为了百姓。大家说是不是啊？是啊，对呀，就是啊，好人啊！是啊，确实是这样。好，此事不怨你。那你新婚夜通奸之事如何解释？娘，我都说了，那是误会。众人皆所见，有何误会？就是啊，表哥，你不必再替他遮掩了。虽说他救了百姓，促成了和谈，我们理应感谢他，但是要一码归一码呀。那表妹，你倒是教教我，一个太监如何通奸？这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啊！太监，彻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确是太监。我相信念之，一个心系百姓、有家国情怀的人，是绝不会做出此事。想来是有人陷害。对呀，娘，大嫂她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你们人人倒是都替他说话。姨母，那这沈小姐日日与男人厮混在一起，别人还不知道怎么看待表哥呢。侄儿说的没错，要做将军夫人，就不能如此抛头露面。抛头露面？您昔日也是同众将士一起在战场上杀敌的人，那您也是抛头露面了。不自量力，你拿什么跟姨母比？姨母是为了救百姓，而你呢，不过是为了一己私利。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表妹，你怕是忘了，将军府的钱全都拿去买粮食去了。我要是不抛头露面的赚钱啊，你叫严姐，你怎么穿啊？姨母，那沈小姐这句话，当时我们整个府都是靠她一个人养着的了。伶牙俐齿，巧言善辩，今日任凭你说破天，也改变不了你被休的事实。彻儿，写休书。娘，我是不会写休书的。好啊，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娘，这次你就听大哥的吧。说到底，大嫂也没犯什么大错。莹莹，表哥，这说到底，姨母也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可千万别被她再骗了。哎，你们说完了吗？比起在这里吵架，倒不如去担心担心你那个小儿子的安危吧。主人姑娘清白，被人抓个正着，现在估计要被人找翻手脚筋喽。什么？你怎生心思如此歹毒，居然敢诅咒我儿？沈念之，我知道你心肠一向歹毒，可是张毅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他怎会辱人清白？就是，就算我娘要休了你，你也不能这样诅咒我二哥。我可没有诅咒他，你们现在还不去的话，他现在真的要被人废了手脚了。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了，史册里记载的清清楚楚，我骗你们干嘛？迄今为止，沈念之所说的事情，全部都验证了。那儿弟他不好，得赶快去救人。不可能，必是你心存怨念，故意诅咒我儿。你要再敢胡言乱语，小心我撕烂你的嘴！这沈小姐胡说八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若不是表哥护着她，也不知道我们被连累多少回。来人，把她带回去关起来，好好反省。不好了，不好了，夫人！二少爷在酒楼里被人围攻，说他辱人清白，要挑断他的手筋和脚筋。什么？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欺负我妹子？我没有，是你们算计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呸！你谁呀？我今天挑了你手筋，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你敢！你大哥救我！住手！谁敢动我儿？哥，娘，救我！幸好来得及时，不然就真的变成废人了。居然又被沈念之这个贱女人说对了。你是何人？快放了我儿！打了个小的，又来了个老的。
你儿子欺负我妹妹。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你们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这事也别想善了。你要如何？要不他今日把我妹妹娶了，要不我把他手筋挑了。哎呦，听说过强买强卖的，还没听说过强娶强嫁的。沈念之，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什么风凉话？大哥大嫂，我不娶他妹妹，他妹妹长那样啊！哪样啊？就是。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那位闭月羞花、婀娜多姿、倾国倾城的妹妹。你呀，你小子，你能娶到我妹子，你几世修来的福气？你别给脸不要脸啊！这福气给你要不要？闭月羞花，温柔善良，原来是因为不愿意娶人家姑娘，才被挑断手脚筋的。你分明是贪图我妹妹的美貌，被抓了现行还死不承认。我现在就把你筋挑了，我让你怎么遛女人？我呸！小爷能看着他吗？分明是你们把我砍晕了，还对我。分明是小爷，我才是清白不法。你如此算计我的家人，究竟意欲何为？史书上只记载张毅被人陷害，挑断手脚筋。你说凶手是谁啊？只是说张彻在张毅受伤的第2天前去剿匪。难道这伙人是？好说呀，让这小子娶我妹子呀！做梦！我不会娶她的。公子若是不想成亲，难道是想直接入洞房？不吃连吃。公子要是不肯的话，小女子虽然柔弱，但是也略懂一些刀法。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住手！哎，姑娘，冷静。强扭的瓜可不甜。哎，甜不甜的，你尝了才知道。别过来！你别过来！伊儿总是在外面招猫逗狗的，跟一群纨绔在一起。若真有个姑娘能镇人，也不是不行。我这不会被气疯了吧？娘，那也得二弟喜欢才行。先不说他们怎么算计二弟的，这女孩长得也太彪悍些。你懂什么？娶妻当娶贤，不可只看容貌。虽说这姑娘长得是彪悍了些哈。娘，我可是你亲儿子，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哎，看来我要有弟媳喽。嫂子，救我！救救我！我保证以后我再也不跟你作对了。你让我往东绝对不往西，以后你就是我唯一的大嫂。当真？这，比这都是。不想娶我妹妹也行啊，那就拿出10万两银子来赔偿我妹妹的精神损失。10万两，你怎么不去抢？你可知勒索朝廷命官是何罪？我呸！老子吓大了！你弟弟毁了我妹妹的清白，大家可都看着呢啊！闹到了衙门，老子也不怵。哼，你一个土匪头子，前去衙门想自投罗网啊？土匪？说啥呢？啊？谁土匪啊？你说真的？他们当真是土匪？根据史书记载，你在张毅被挑断手脚筋的第2天，就直接剿灭了黑风寨的老巢，肯定是他们没跑。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蝗灾一时，百姓受灾严重，你们抢不到钱，所以你们就把目标放在了城里的富家子弟身上。而我这蠢二弟有那么一点点姿色，被你这个妹子给看上，所以你便设下了这个圈套。好险，差点被土匪头子抓去做压寨夫君了。
而我这二弟抵死不从，你们便想要挑断他的手脚筋，逼他屈服。而我们进入这里，你们看到我们身着富贵，便想要狠狠地坑我们一把。既然你已经看出来我的身份了，那就乖乖把钱拿出来，一会儿也给你们留个全尸。你这招虽然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缺点？什么缺点？你千算万算都没有想到，我二弟呀，他不喜欢女人，所以他宁愿被挑断手脚筋，都绝不屈服。你全是个断袖！哎呀，你喜欢男人？不，这不可能！沈念之，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张毅怎么可能喜欢男人呢？嫂子，我什么时候说我不喜欢女人了？我懂，史书记载的清清楚楚。你受伤之后，把身边的丫鬟都换成了小厮，你这不是喜欢男人，你是什么？哥，嫂子她当然揍我呀！哎，嘘，你小声点儿，这难道很光彩吗？想来你看那些什么史书，都是一些胡编乱造。不可能！行了，要耍回家耍去啊！你们把钱给我拿出来！一看你这土匪头子就没什么文化。你干大事之前不先对目标人物做个调研吗？这么多年土匪都是怎么混的呀？难怪都当土匪了，都还这么穷。你这职业啊，不景气，趁早转行吧。放屁！你干过土匪是怎么啊？小死丫头，你叫我做事啊？你就是土匪界的 loser， 丢尽了土匪界的脸，还好意思出来混？你赶紧找个地儿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吧你！没人比嫂子更懂骂人了。你找死！展现你实力的时候到了，快把他的钱给抢回来，快去！多多远一点。沈念之，你去死吧！彻儿，大哥，表哥，你怎么样？没事，小伤。二哥，我来救你了！沈念之，就是你害得我表哥受伤。我不知道他会替我挡刀。不关念之的事，念之是我妻子，保护她是我的责任。张彻这个人果然跟史书中记载的一样，正直且有担当。哪怕我这个妻子并不是他喜欢的，也会在危险的时候挡在我面前。我看你分明就是故意勾结土匪，想害他。我勾结土匪？人蠢就要多读书，别在这丢人现眼。沈念之，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跟我喊？听见了没？一会儿让你住口！娘是让你住嘴。凭什么？要不是你勾结土匪想害表哥，他们怎么会知道张毅受伤的？你是从何得知伊儿会遭遇危险？我都说了，我是穿越。娘，念之是说他只懂一些算命之事。不是，我真的是穿越。别说，嫂子很好的，皇载使臣之事都多亏了嫂子呢。是啊，你们到底是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姨母，你不是还说让表哥休了他吗？好了，休书的事需要再说。伊儿都受伤了，先回府。为什么不让我说？我是一个穿越者，是一件很见不得人的事吗？不要再胡言乱语了。绝对不能坐以待毙。沈念之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表哥姨母，现在就连张毅和张莹莹都开始向着他。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给赶出去。我不该激怒李仁的，害你受伤。此事不能怪你，无需自责。要不是因为你，我没有办法及时救出二弟。应该的，都是一家人嘛，我总不能看着张毅出事。伤都包扎好了，他怎么还赖在这里？那个，夫人，我今晚，你到底想说什么？母亲还不知道我们没有圆房，所以我今晚要跟你一起住。你想跟我睡？你说要不是嫂子去的及时，你就被
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那个人叫他，那就不是人，你还笑？嫂子还说你是断袖，二哥，你可真是太惨了呀！张莹莹，不许笑了！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二哥。这么说，还多亏了嫂子。走，我们去谢谢他。走啊！好你个张彻，我把你当做研究对象，你居然想睡我！不，我没有想睡你，我是想跟你一起睡。不是，我的意思是，我睡地板，你睡床，这个意思。再说了，我们本就是夫妻，一起睡不是应该的。打住！只是有名无实的夫妻。再说了，你不是一直都想跟我和离吗？以前是我不对，我误会你了，我向你道歉。夫人，以后我们能不能……该说不说，你这张脸长得还挺符合我的审美的。不如我们今晚远方抓贼！这，你们两个偷偷摸摸在门口干什么？是他，他叫我来偷听的，我跟我没关系。滚！嫂子不跟他圆房，跟我们横什么？我这就滚！欲求不满的男人可真可怕呀！少年英才，武功高强，身居高位，这放在我们现代，妥妥的男神啊！可惜昙花一现，早早陨落。是我！你剑法这么厉害，我可以学吗？我教你，手拿稳，腰挺直。哦，你离我这么近，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我可没有想占你便宜啊，是你靠我太近了。表哥，姨母还让你们去敬茶呢。知道，走吧，去给母亲敬茶。沈念之，我告诉你，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蛊惑了表哥，但是将军夫人的位置只能是我的。你最好是你，沈念之，你居然敢打我！打你就打你了，还要挑日子吗？你什么你？小绿茶，我已经忍你很久了。要不是你把我推入战场，张彻又怎么会因为我受伤？你倒好，还敢跑过来指责我。没错，就是我把你推进去的。怎么了？你以为别人会相信你吗？别人相不相信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我这个人有仇当场必报。白痴表妹，我这个人吧，没有什么耐心。你要是再敢惹我，小心你惹火烧身！你沈念之，我一定要杀了你！母亲，请用茶。有没有被烫到？没有。沈念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故意弄掉茶盏，然后不想给姨母敬茶吗？娘，念之绝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不干厨师改行碰瓷儿了？我都没有碰到茶盏，你都赖到我的身上，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诬陷我吧。分明是你怀恨姨母，让表哥休了你，所以记恨在心，故意摔掉茶盏。
不想给姨母敬茶。自从我嫁给张彻之后，表妹就处处看我不爽，还屡次想陷害于我。你是因为你觉得我抢了你的将军夫人之位吧？我没有，这次害人的手段也颇为艺术。哦，难不成当初新婚夜通奸一事，也是表妹栽赃陷害我？通奸一事，难道真的是白之所？之前我从未怀疑过他。你乱说些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自然是因为你对我的夫君一往情深，想要除去我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自己上位呗。表哥，姨母，你看，这个女人她就是故意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侄儿是我看着长大的，她心地善良，绝不会做出污人通奸之事。姨母说的对，你就是想故意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挑拨？我看就分明你。通奸一事，到底是否与你有关？表哥，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你就因为沈念之她一句话，你就开始怀疑我。自从这个女人进了家门，我们全家都不得安宁。你到现在居然还向着她。怀不怀疑，我自会派人去查。若是让我查出此事与你有关，我绝不轻饶。他这是相信我了。表哥，这个贱人她到底哪里好？你要处处向着她。住口！你应该叫她表嫂。我不，她浑身上下哪点能配得上你？配不配得上，也不是你说了算的。既嫁入我将军府，就是我将军府的主母。侄儿，你当唤她一声表嫂。姨母，这声表嫂很难叫出口吗？表妹，表嫂。哎，莹莹呢？我已经几日未见她了。娘，大哥大嫂，不好了，莹莹不见了。她一个女孩子能去哪？还不派人去找？算算时间，她该不会跟那个家暴男私奔了吧？什么私奔？你给我说清楚！莹莹如此乖巧，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沈念之，你也太恶毒了吧！你居然想毁掉莹莹的名节！我可没乱说，是那个叫张生的男人骗走了他所有的钱，还把他锁起来，日日拳打脚踢。如果嫂子说的是真的，那现在岂不是莹莹很危险？你是从何得知？娘，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找到莹莹才是要紧事。你不是会算命吗？你是不是知道莹莹在哪？不是算命，是穿越。算了，给你也解释不清楚。我记得史书上记载，他家住在青云巷。走，救莹莹。大哥大嫂，我也去。表哥，姨母，你可千万别相信这个女人的话，她就是在骗。沈念之，你该死！醒了？张生，你要干什么？醒了就赶紧把钱全部拿出来。我带来的钱都被你给拿走了。没钱就洗洗，扔家里要。你这个人渣，骗我进京赶考需要费用，趁我给你送钱的时候把我打晕。你这么对我，我可不会放过你的。莹莹，你不是最喜欢我了？这样，等我拿到钱之后，我就娶你为妻，好不好？你就是那个古今第一恋爱脑，被世人称为恋爱脑鼻祖的张莹莹。也没什么，就是被一个穷书生骗财骗色，最后被家暴致死了而已。原来大嫂说的都是真的。张生，你不得好死！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我今天要是拿不到钱，我就打死你！救命啊！给我钱！给钱！你我大哥大嫂！
莹莹，你没事吧？哥哥嫂嫂，幸好你们来得及时，刚才这个人渣还想要打死我。多管闲事，你们是什么人？连小爷的妹妹都敢动，你吃了熊的豹子胆了！哎，莹莹，这是你的家人，你让他们把钱给我，等我翻了盘，我就娶你为妻。你也配？莹莹，这怎么回事？他说进京赶考需要盘缠，我便收拾些银钱给他，没想到他居然把我打晕，还逼我问家里写信要钱，我不肯，他居要打死我。亏你还是个读书人，我看你连畜生都不如！你个贱人，你说什么？再敢污言秽语，宰了你！夫人，你带莹莹先回去，这里交给我。好。老子，大哥会把他打死吗？那个人渣都这么对你了，你还担心他的死活？你一爱弄没救了你。嫂子，我是怕大哥把他打死了会有麻烦的。放心，你大哥他有分寸。嫂子，你确定吗？大人的事情，小孩少管。走。嫂子，你现在是越来越信任大哥了。那当然了，你哥他可是我的研究课题。像这种直接面对历史人物的机会，可不是人人都有的。课题？什么是课题啊？说了你也不懂。就是他是对我很重要的人。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哎呀，姨母，你就别担心了，有表哥在，莹莹她肯定不会有事的。这万一沈念之她说的是假的呢？娘，可回来了。娘，今儿亏嫂嫂带着哥哥们找到我，不然您就见不到你的女儿了。好孩子，谢谢你救了莹莹。母亲这是说哪里的话？我们是一家人。好，好，好，来，快进去。再这样任由沈念之下去，这个家里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表哥只能是我的。娘，你在说什么？我说，你和念之都成亲半年了，该有孩子了。可是，你这么激动干什么？难不成你们还没圆房啊？要孩子的事情不能急，顺其自然，顺其自然。顺其自然，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老娘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别说娘不帮你，这个给你。这是什么？补药。补药？我怎么可能需要这种玩意儿？表哥如果知道通奸一事是我陷害沈念之，一定会把我赶出将军府。倒不如直接生米煮成熟饭，届时他定会对我负责。你在这里做什么？说。表哥，我看你最近太辛苦了，我特意给你炖的燕窝，你尝尝。不用。表哥，你就尝一口吧，我炖了好久呢。我喝完了你就走。表哥，你快去喝吧。
还不走？怎么回事？药效怎么还不发作？表哥，你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啊？你怎么流鼻血了？莫非是这药效太猛了？些许是有些上火，你先回去吧。到底怎么回事？看表哥这样子，怎么也不像是中了春药，难道是这药过期了？看来还是得另想办法才行。奇怪，怎么会突然这么燥热？张彻，通奸一事你查清楚结果没？已经找到线索了。脸怎么这么红？你生病了？为何见到他，感觉这股燥热之气更盛了？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夫人，我们是不是应该同房了？我想。不，你不想。什么情况？脸色发红，神志不清，这是什么病的病状？坏了，该不是中了春药吧？春药是怎么解法来着？春药。醒了。刚才给他脱衣服的时候，怎么没发现这家伙看着瘦弱，居然还有8块腹肌？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在我帮他解了春药的情况下，让我摸一摸。你干嘛？我帮你擦擦水啊。摸够了吗？姐又没白抹，姐帮你解了春药。难不成是我误服了母亲给的补药？我没有中春药。算了，你去看一下桌上那个蓝色瓷瓶还在不在？哦，蓝色瓷瓶，蓝色啊，是这个吧？这个应该就是春药的解药。怎么样？沈念之，你到底要干什么？给你喂解药啊！谁说它是解药？这不是解药是什么？是，总不能告诉他是因为母亲怀疑我的能力，特意准备的补药。你怎么了？哎，你糟了，不会是毒药吧？你等着，我去给你叫府医。沈念之，你刚刚喂我的好像是春药。春药？不是吧，大哥，他有嗑春药的习惯呢。来人了，叫府医！你醒了？你有没有哪不舒服？你守了我一晚上，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那是春药。时间好了，我有嗑春药的习惯。我没有，不是你想。听说你们昨天折腾了一晚上，连府医都来了。我理解你们小两口新婚宴啊难以自持，可还是要克制些。这用春药就有些过了呀。娘，那春药还不是您给我的？您还骗我说那是补药。你瞎说什么？这锅老娘可不背啊！我给你的明明就是补药。那这药是从哪儿来的？你在这里做什么？是他。跪下！姨母，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了什么？这瓶春药是你的吧？这瓶春药是你的吧？表哥，你说什么？什么春药？我不知道啊。昨日你给我送燕窝，是想给我下药，却误打误撞将母亲给我的补药拿错了。原来是我误会张彻了，没想到这小绿茶手段这么脏，居然用下春药这种恶心的方式。表哥，你怎么能因为这个瓷瓶子就怀疑我呢？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我们感情那么好，我怎么可能对你下药啊？我说为何表哥那天毫无反应，原来竟是我拿错了药瓶。哥，这件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白芷姐她不是这样的人啊。是啊，说不定是沈念之做的呢。表哥一直不肯跟他圆房，他便对表哥下药，然后想栽赃到我头上来。我看你不仅会添油加醋，还挺会倒打一耙呀。姨母，您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是什么样的为人您最清楚，我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啊。是啊，正因为从小看着你长大，才不甘心你竟如此恶毒。姨母，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把人带上来，说是谁指使你新婚夜诬陷夫人通奸的？不说，我现在就杀了你！将军饶命，是表小姐威胁我这么干的。你胡言乱语些什么呢？就凭你个奴才也敢攀称我？说，到底是谁指使你的？到底是谁指使你的？小的没有胡说，这玉佩就是表小姐给我的报酬。还有什么话好说？居然是你诬陷嫂子，白芷姐，你怎么能这么恶毒呢？你这是要置大嫂于死地啊！原来是我们误会了嫂嫂。不是这样的，表哥，你相信我，这个玉佩是他偷的，我什么都不知道。证据确凿，还敢嘴硬？新婚夜要不是念之机智，他现在人已经死了。他早就该死了。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明明我才是跟你一起长大的，沈念之算什么东西？我才应该是你的妻子，应该是将军夫人。你以为我死了，张彻就会娶你吗？没错，要是没有你，表哥他只是我一个人的，谁敢拦着我，我就杀了谁。你这根本就不是爱，就是你的占有欲在作祟。你懂什么？即使没有念之，我也不会娶你。我对你从未有过私情，我一直把你当作妹。你说什么？妹妹？我不信，我不相信！来人，把表小姐给我带下去！放开我！放开我！都怪我，怪我没有教好她，才让她变成现在这样。你们俩能相遇也是缘分，要好好珍惜。来了，坐。将军今天可真是好兴致，特意来邀我喝酒赏月。我有些话
想要对你说。白芷的事情，我一直欠你一声道歉。若不是因为我，他也不会屡次想要对你下死手。那是他做的坏事，你道什么歉？明日，我就要奉圣上的命令，前去黑风镇剿匪。我想剿匪？可是李仁不是已经关在地牢了吗？黑风寨易守难攻，目前群龙无首，是剿匪的正好时机。可史书上并未记载此次剿匪事件，难道是我这只小蝴蝶扇动的翅膀改变了历史走向？那张彻原定的命运也会改变吗？念之，有些话我一直想要对你说，我心悦于你。你怎么突然说这些？我不管你从何而来，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但我就想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保护你。可我是穿越者，我们之间相隔的是1000年的时光。念之，你是否愿意与我重新来过？我知道，我之前对你有诸多误会，若是不愿意，也无妨。我愿意。真彻，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穿越到这种地方。我想，如果有缘由，那一定是因为你，我为你而来。最多不过3日，我就回来了。张毅，哎，看好牢里的李仁，千万不能让他逃出。放心吧，大哥，我办事儿，你就放心吧。时辰已到，我该启程。等我回来。一切小心。嫂子，别看了，大哥3日后就回来了。我只是有点心慌。哎呀，嫂子别担心，大哥的武力高强，拿下一个区区黑风寨，那还不是轻而易举？是啊是啊，别担心了，咱们回去吧。沈念之，这次没有表哥，看谁来救你！是你？表哥不在，我可以放你出去，但是我要你帮我杀了沈念之。就算张彻不在，你当将军府的侍卫都是死人是吗？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放心，我都安排好了，这一次绝对不会再有人碍事。大哥不是说过3日就回来吗？都这个时辰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啊？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吧？再等等。先吃饭吧。李仁，你不是被我大哥关起来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白师姐，你竟然给李仁放出来了！你们将军夫人又见面了。白芷，你到底想干什么？姨母，我想干什么？您难道不知道吗？我要沈念之去死！哼，放肆！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将军府，不是任由你胡来的地方。没错，你不会以为大哥不在就可以为所欲为吧？白芷，即使没有我，张彻也根本就不可能会喜欢你。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住口！不准你用这种同情的眼神看着我。白芷，你收手吧。闭嘴！我不想再听这个贱女人说话。杀了他们！我看谁敢！来人呐！姨母，既然我今天敢再次站在这，就是做了万全的准备。你府上的那些侍卫全都中了我下的软骨散，现在连爬都爬不起来，更何况来救你们呢？你好恶毒！你就不怕大哥回来
找你算账。等表哥回来，木已成舟。届时我就说沈念之是土匪杀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叶儿，张毅，大哥，你没事吧？居然下毒！不要再白费力气了，一木。纵使你是我天启第一女将，可在我软骨散的作用下，你也使用不了一点内力。眼下只能想办法拖延事情，等张彻回来。你不就是想要我的将军夫人之位吗？我答应你合理。你先放了他。沈念之，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等你死了，表哥他自然会是我的。至于他们嘛，我念在你们曾经真心对我的份上，我就给他留个全尸。居然如此恶毒！好歹他们也养育了你这么多年，你竟要恩将仇报！你早就计划好了，专等彻儿不在，就对我们动手。你这个白眼狼，我哥是不会放过你的。没想到我们家这么多年，居然养出你一条毒蛇！我也不想的，可谁让你们处处向着沈念之这个贱女人？明明我才是你们的亲人，你们却处处向着她，分明是你自己屡次陷害嫂子。没错，是你自己咎由自取。好一个咎由自取啊！既然如此，你们就一起下地狱吧，杀了他们！你以为他杀了我们，你就能逃脱得了吗？你什么意思？白痴，你可真蠢！你居然和这个土匪头子合作。张彻此次剿匪，剿的就是他的老巢黑风寨。你觉得他会放过你这个将军夫人吗？没想到这个屋子里还有聪明人，居然敢骗我！白小姐，我只是答应帮你杀了沈念之，我可没说不杀其他人。是我把你从地牢里救出来的，你现在居然敢出尔反尔！张彻他搅了我的黑风寨，我就要用他家人的命来祭奠我死去的弟兄。与虎谋皮能有什么好下场？你居然还在做着你将军夫人的美梦！你也不必如此挑拨，我会让你们一家子整整齐齐的下地狱。沈念之，从你先开始吧。张彻怎么还不回来？再不回来，我小命都没了！大哥，彻儿，表哥，张彻，念之、娘，你们没事吧？你要是再晚来一步，我就死了。没事就好。张彻，你来的真及时啊！真可惜，你把他们都杀了。就凭你，也敢动他们？你杀了我黑风寨的兄弟们，既然我杀不死他们，我就杀了你！表哥，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哥，就是他，勾结土匪，想害死我们一家，不能放过他。没错，这个女人简直是心如蛇蝎。表哥，我真的知道错了，是他骗我，我就是因为太爱你了。你的爱真令人作呕。念之，有没有哪受伤？我没事。沈念之，我杀了你！嫂子，嫂子！念之，沈念之，你终于死了！念之别怕，我马上就要服役。来人，请服役！张彻，没用的，或许我死了，就能穿越回去了。不，你不要乱说，你不会死的。张彻，我会再回来，等你。不要，念之，你不要死！念之，念之，念之。我这是穿回来了。
是一场梦。天启27年，镇国将军张彻娶妻沈氏，两人夫妻恩爱一生，白头到老。该去下一个地方了。往事悠长。